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将3000焰炎火吞噬后，便开始了漫长的炼化之路。在他闭目盘坐时，周身的碧绿火罩慢慢消失了，紫黑色的火海避开了萧炎，而他身边的天妖魁吸收的磅礴雷霆之力，正被心域中的高温淬炼着。萧炎这一炼化，就是将近8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中，丹域因为萧炎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早在心域关闭之后的第3天，因为小医仙的强烈要求，玄空子就曾打开过心域。心域被打开的瞬间，汹涌的火海扑面而来，差点酿成大祸。之后，玄空子也单独进入过心域，只是他在里面待了不超过5分钟，就因为心域的高温狼狈地逃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玄空子等人都对萧炎不抱有存活的希望。好在紫炎掌心中的龙印还在，才让小医仙没有崩溃。此时的心域中，萧炎的身体上源源不断地涌出一缕缕紫褐色的火焰，化为了一条庞大的紫褐色火龙。这条火龙吞噬着心域中的紫黑色火焰。等他吞到心满意足，回到萧炎的天灵盖时，萧炎终于睁开了双眼。萧炎成功的将3000焰炎火、青莲地心火和陨落心炎融合成新异火。按照他的猜测，这个新异火应该有排进异火榜前6的实力。望着手中这团紫褐色火焰，萧炎为他取名3000莲心火，而焚诀也一跃达到了地阶高级的层次。以焚诀的特殊性，恐怕可以算得上是天阶之下的第一功法。伴随着新异火的融合，萧炎的实力也开始猛地飙升，一直飙到9星斗宗才彻底稳定下来。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力量，萧炎非常有信心，下次再见到木谷老人，绝对不会只有逃生之力。在看到一旁的天妖魁浑身变成了暗金色后，萧炎更是开心，这意味着天妖魁的实力比之前更强了。在离开心域之前，萧炎将弥漫心域的紫黑色火海物尽其用。他将这些火焰用特殊的手段压缩到极致，凝聚成了18颗火雷子。火雷子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就算是斗尊强者也会被搞得很狼狈。在萧炎炼制火雷子的时候，丹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中。心域所在的那一片空间出现了剧烈的扭曲，隐隐透出来的高温让这片天地的温度也逐渐升高。玄空子的脸色十分凝重，若是让心域中的火焰彻底爆发，整个丹城怕是会顷刻间沦为废墟。玄空子和玄一、天雷子3人对心域再次加重封印，好不容易将空间稳定下来，心域的出口位置诡异地裂开了一个空间裂缝，漫天的紫黑色火焰席卷而出。玄空子心头十分绝望，大喊着结阵。就在丹塔强者准备结阵时，空间裂缝处出现一道身影，溢出来的紫黑色火海一顿，眨眼间就回到了裂缝内。当认出裂缝处的人是萧炎后，无数人都是满脸错愕，只有下面的紫妍觉得这个场面好像在哪里见过。玄空子3人错愕过后，就发现萧炎的气息不对，他轻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萧炎真的有那个本事能将3000焰炎火降服。萧炎刚想说话，不远处的小医仙冲到他的身旁，脸上难掩惊喜之色。萧炎安慰小医仙说自己没事，紫妍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说自己的龙印不会出错，萧炎肯定没事。天火尊者告诉萧炎，他失踪的这些日子，若不是玄空子等人阻拦，小医仙怕是早就进心域找他去了。萧炎看着清瘦了的小医仙，心头有些复杂。这世上最难消受的就是美人恩。想到小医仙这些年为自己做的事，萧炎眼神都变了。察觉到萧炎的眼神变化，小医仙一下子有些惊慌。他松开抓住萧炎的手，让萧炎以后别做这么危险的事，大家都很担心他。萧炎望着丹塔这么大的阵仗，冲着玄空子3人拱了拱手，表示很抱歉。玄空子让萧炎先进丹塔，他在心域的这段时间中，他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药尘被关押的情报。根据玄空子他们得到的消息，魂殿已经将药老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至于新的关押地点，丹塔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得到确切的情报。玄空子让萧炎不用太过担心，不到万不得已，魂殿不会轻易伤药老的性命。另外，因为丹塔和魂殿的关系一向不和，这次他们不能出手相帮，以免激怒魂殿，爆发两方的大战。丹塔能帮忙找到关押药老的地点，萧炎已经很感激了。至于帮手，他会先联系风尊者，到时候人手俱齐，再去解救药老。和玄空子等人聊完后，萧炎从小医仙这里得知，玄冥宗因为陈贤和2名长老的失踪，隔3差5就会来找麻烦。即使曹颖等人出面证实他们是被魂殿的人杀了，也依旧认定萧炎才是
罪魁祸首。现在萧炎安然无恙地从心狱中出来，他们怕是很快就会来找麻烦。对于玄冥宗，萧炎一点也不惧，到时候来了必定不会客气。这大半年中，小医仙的实力晋升到了3星斗尊巅峰，天火尊者稳定在1星斗尊巅峰。萧炎提出用丹药为他加速恢复实力，当初让天火尊者保护他1年的约定，时间早就过去了，想要将他再次留住，自然要多给一点好处。更何况他们马上就要去营救药老，实力自然是越强越好。萧炎打算为天火尊者炼制的丹药是号称能让实力退化之人返回巅峰的茯苓清丹。虽然这个丹药不能让天火尊者回到5星巅峰，但3星斗尊的层次还是可以的。在他们收集药材的时间中，萧炎抓紧时间闭关修炼薰儿留给他的地印诀。以他现在的实力，已经完全可以修炼副地印，掩天印勉勉强强应该也可以修炼成功。萧炎才废寝忘食的修炼了7天，小医仙就告诉他，玄冥宗的宗主上门来找麻烦了，麻烦已经找上了门，萧炎自然不会避而不见。丹塔外的广场，秋林质问玄冥宗宗主陈天南，带这么多人来丹塔究竟想要干什么？陈天南说是萧炎杀了陈贤，要丹塔交出萧炎。他身后天冥宗的义晨用天冥宗威胁秋林，义晨号称是天冥宗100年内最优秀的弟子。天冥宗培养弟子的方式极为血腥和残酷，每一代的真传弟子在修炼到某个层次后，便会进入宗门禁地厮杀，只有走出禁地的人才会成为宗门真正的核心弟子。义晨是他这一代唯一活着走出禁地的人，他在天冥宗的地位很是不低，如今看起来才30岁左右的他，已经达到了斗宗巅峰。这些年丹塔和魂殿对立，而天冥宗一直是保持中立。他威胁秋林不要将暗中的盟友推向对方，秋林脸色一变，但却依旧没有松口。义晨便说今日他在丹塔摆下擂台，让萧炎出来略作切磋，问萧炎可有胆量接下来。秋林心中暗骂义晨手段下作，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萧炎出现在他面前的空间，接下义晨的擂台。秋林知道以萧炎的傲气，今日之事已经不可能再调和。他身后的曹颖突然出声，笑着让萧炎加油。陈天南告诉义晨，只要他能杀了萧炎，日后天冥宗宗主选举之时，玄冥宗便站在他这边。义晨望向萧炎的目光火热，他对萧炎的血肉十分感兴趣。萧炎也听说过天冥宗的一修罗，但天才他这些年见过太多了，义晨并没有达到横扫年轻一辈的地步。义晨踩出一个20丈左右的石台，出石台者则输。不过他并没有打算让萧炎活着下去，他一出手便是杀招，在发现萧炎没那么好对付后，便使出了天冥宗的秘法，短时间内将力量暴涨。义晨的手弯曲成爪形，狠狠抓向萧炎心脏的部位，让萧炎将他的血肉交给他。萧炎看着眼前这个全身是血的义晨，都觉得恶心。他不再隐藏9星斗宗的实力，紫褐色火焰包裹的拳头与义晨碰撞在一起。义晨发现萧炎的实力后非常嫉妒，他虽然看起来才30，但真实年龄远不止30。他比萧炎多了10年的修炼时间，但两人之间的差距却只有1星半点。义晨对萧炎的嫉妒让他的杀意越发浓郁，见几次施展出来的手段都对萧炎没有造成半点伤害，义晨便施展出天冥宗正宗斗技之一的天冥修罗手。他对自己这一招非常有信心，但却不敌萧炎地印诀前3印的叠加，并且交手间，萧炎还将义晨手指上的那戒强行拔了下来。一旁的陈天南见义晨输了，更是觉得留下萧炎日后定然会是大患。不要脸的陈天南突然偷袭萧炎，大手直接洞穿虚空，狠狠抓向萧炎的脑袋。但在他即将击中萧炎的时候，却一掌拍在了天妖魁身上。陈天南被天妖魁打退，小医仙和天火尊者更是直接现身，将玄冥宗一众强者吓得连连后退。陈天南嘴角一阵抽搐，他发现今日即使没有丹塔的人护着，他们也对萧炎无可奈何。秋林让陈天南他们就算闹也该差不多了，不然会长他们都会看不下去。义晨眼神一冷，问秋林难道觉得天冥宗的东西这般好拿？萧炎在一旁纠正说这是他的战利品。就在陈天南还准备逼逼的时候，玄一出现在萧炎面前的空间，说再闹下去别怪丹塔不讲情面，还让义晨回去问问天冥子，他是否能代表天冥宗与丹塔为敌。玄一出马，陈天南和义晨立马带着人灰溜溜的转身离开。玄一转身朝着丹塔去的时候，传音让萧炎跟他进去。关于药老关押的情报已经到手了。好啦，今天的视频兜兜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